两位老人家拗我不过，他们便说：钱不要就算了，我们要请你吃一次饭，你一定要赏光的。我也再三的婉言称谢。过了几天，潘志杰的父母送来10个请帖，除了我，还有秦寿欧、林泽仓、胡伯祥等10个老友。帖子上写的是习社本宅。老人家口头又说，大家聚集在你的诊所，到时我有汽车来接。临行前再三叮嘱，切不可以不给面子。我拿了这10个帖子，自己也难定去与不去，帖子又不能不转，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每个人，其中最高兴的是林泽仓和秦寿欧，其他人也不表示去否，只说到时再商量。那天商量尚未决定，2部汽车已到门口，潘志杰从车上一跃而出，走进我诊所客厅，见许多老友在座，他便嘻嘻哈哈地同个老友握手道故，问长问短，接着就拉拉扯扯，把我们拉上车子，风驰电掣般而去。当时我们没有想到所谓习社本宅的宅在哪里，谁知道车子驶出静安寺房区，一下子已开到沪西议定盘路、金江苏路。他的住宅其地花木扶疏，环境清幽，一派豪华气象。他的父母早已双双站在门口含笑相迎。等到宴会完毕，有人说，沪西本是旧游之地，已有好久没有来过。潘志杰接着就说，我带你们去玩一下。车子离开了议定盘路，到了愚园路，经华山路以西。愚园路本是高档住宅区，晚上很清静，谁知道这时期两旁全是霓虹灯，开了无数游乐场。所谓游乐场，全是公开的大赌场。我们的车子停在一个好莱坞游乐场门口，大家跟着下车，门前的警察见到局长驾临，大喝一声，立正行礼，我们的汗毛都竖起来。这家好莱坞原是一个大型花园住宅，里面熙熙攘攘挤满了千百赌客，灯光照耀如同白昼。潘志杰带我们进入餐厅，由赌场老板请客，他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贵宾。这一幕情况令我们非常受刺激，沪西变到如此模样，真是住在租界中人所意料不到的。我虽深深的悔恨有此一行，但也亲睹了歹徒的真面目。我们大家回到租界之后，互相谈论，有人说潘志杰现在的住宅就是他的叔父潘成波的产业。潘成波想到潘志杰摇身一变成为局长，一定会对他不利，所以自动把这座花园洋房送给了潘志杰的父母，作为养老之所。同时还知道沪西歹徒赌场中的赌客大部分都是从租界去的，因为喜欢赌的人什么都不怕，只要有得赌就如蝇逐臭，但是不喜欢赌的人却一点也不知道。在报纸上常常见到有抨击歹徒的消息，最惨的是一件自杀案。一位外交官的太太，名字未经刊载，外交官在813逃离上海，而太太仍住在租界。临走时，他给太太一个银行保管箱钥匙，里面有美钞2万元、墨西哥金币1000元，说是战争会延长下去，日常用途可把这些外币陆续兑用，吃10几年是没有问题的。谁知道这位太太好赌成性，进入歹徒短短几天就全部输光，不要说再无面目去见丈夫，连日用开支也无着落，于是自杀已了一生。从前上海自杀案件并不常有，人命关天，偶有发生，报纸便大登特登，尤其是这个新闻更是骇人听闻。其实居民们受到赌场之害，后来死的人也不知多少，
此时便传出好多赌场闹鬼的故事。那时节在越界筑路区，任何人自杀或被暗杀，租界上的报纸是不登出来的。但是这10多家赌场每天抽头，很多人倾家荡产，也是意料中的事。有人见鬼的事情，闹得歹徒方面都信以为真。那时节，上海有一家祥生汽车，是规模最大的的士公司，常有搭客从歹徒跳上汽车，司机明明见到有男有女上车，但是到了指定的地方，车内却杳无一人。从此，凡是由歹徒上车的搭客，都要先付车资，然后开车。据传说，有几个司机拿到的竟是明钞。这类故事传说纷纭，不一而足，当然不可深信，但也足见赌台害的人多，疑心生暗鬼，大家都信以为真。为府开支才来有方潘志杰带我们一行人去好莱坞，完了之后眼界为之一开，原来所谓歹徒竟是这般情况。当然有人也见到我们和潘达同行。过了几天，有一个潮州籍的病人来看病，问我你怎么和潘达相熟？我说因为我们从小是朋友而已。那位潮籍病家就很郑重地对我说，这是一条很广阔的财路，你大可以利用一下。我们有许多人专做押当、赌台和鸦片生意，要是你能请他签几张执照，我们可以同你合作。